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段时间我做了几期关于太阳系的节目，大家似乎还挺爱看，所以我就打算做一个系列，把太阳系里的主要天体逐一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从哪儿开始呢？就从离我们最近的开始吧。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月亮，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天体。月亮可以说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是地球唯一的卫星。当然，我在这儿指的是天然卫星。在太阳系里，除了水星和金星，其他的行星都有自己的卫星，而且一般还不止一颗。而地球只有月亮这样一颗长期存在的天然卫星。如果按照个头来排，月亮在太阳系卫星家族里可以排到第5位。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太阳系卫星体积的前5名是：第1木卫3加里米德，第2是土卫6泰坦，第3是木卫4克里斯托，第4是木卫1艾欧，第5就是我们的月球。月球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1/4，但它的质量却只有地球的1/80，所以月球的平均密度要比地球小得多。但如果要是从卫星的角度来看，月球已经是太阳系内密度第2大的卫星了。从环境上看，月球表面的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在阳光垂直照射的地方，月表的温度可以达到127摄氏度，而到了晚上却又下降到零下183度。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在月球表面密布着大大小小的环形山，这些环形山都是小行星撞击的产物。另外，月球也不像地球，月球的磁场强度不到地球的1%，所以太阳射过来的太阳风和宇宙中的高能粒子几乎可以毫无遮挡地抵达月表。这一方面造成月表辐射强度极强，另一方面，太阳风和宇宙射线中的某些物质也会因此进入月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就会残留在月壤里。这些物质从科研的角度来讲，对我们研究太阳系的历史非常有帮助。从经济和工程的角度来讲，至少其中的氦3是目前最理想的清洁能源。我前面提到，月球的昼夜温差非常大，影响一个天体昼夜温差的主要有2个因素。第一就是大气层，就比如金星拥有非常浓密的大气层，因此金星上的昼夜温差就很小，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层。另一个就要看天体内核的大小和温度。月球的内核非常小，半径大约只有350公里，按照长度来算，只占月球半径的20%，这个比例远小于太阳系内其他岩石质球状天体的50%的比例。另外，月球内核的温度也很低，只有大约1000摄氏度。内核小，温度就低，比例小，热容量就相对小。这2个因素就会造成月球表面的温度非常低，甚至要远远低于离太阳更远的火星。这2个因素还会造成巨大的昼夜温差。天文学家推测，月球的内部构造类似于地球，由内而外也是由核心、月幔和月壳3部分组成的。从月心到大约350公里处是月核，月核的主要成分是铁，而月核又可以分成2层。从月心到半径大约是240公里的范围内，这部分算内月核，它是固态的。在固态内月核的外围还有厚度大约是110公里的液态外月核，从外月核再向外就是月幔了，直到距离月表约50公里的地方。月球的最外层就是月壳，它的厚度大约是50公里。在月壳中，硅、铁、钙、铝、锰、钛等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分布并不是很均匀。另外，在月表含量最丰富的元素其实是氧。以上这些数据似乎是在告诉我们，未来在月球建立大型航天器生产厂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月球非常缺乏碳和氮，因此想在月球开展种植业的朋友，趁早还是放弃了吧。月球的成分显示，
月球适合开展自动化的大型制造业，但并不适合大量的人类居住。关于月球的成因有很多种猜测，有的说月球是地球的一部分，这种说法被称为分裂说；还有的说月球是地球通过自身的引力捕获了一颗从地球身边经过的小行星，这种说法被称为捕获说。目前比较主流的解释还是碰撞说，这种理论认为大约在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特伊亚和地球发生了碰撞，碰撞不仅改变了地球的运动状态，使地球的自转轴发生了倾斜，同时这次碰撞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导致地球和特伊亚的部分物质被高温气化或者融化，并且被抛入太空。这些物质通过相互吸积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最初的月球。也有可能是这些物质先是在地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类似土星环一样的行星环，然后行星环内的物质通过相互吸积慢慢形成了月球。不过不管通过哪种方式，这时候的月球都还是一个炙热的大熔炉，在星球内外到处都是流动的岩浆。这个假说为什么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证据相对来讲比较充分。就比如通过对月球岩石样本的分析，发现其表面确实曾经是熔岩的状态。另外，地球和月球的岩石中稳定的同位素的比值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意味着两者是同源的。第三，在其他星系中，我们也观测到了类似的碰撞，形成的残骸也差不太多。此外，还有地球和月球自转的倾角也非常相似。以上种种似乎都是在向我们说明，月球是由于其他天体碰撞地球而得来的。说到地月距离，地月模型大家都很熟悉，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可能感觉地球和月球应该是挺近的，但其实这个模型并不是按照真实的比例来做的，至少地月间的距离就不是按照比例做的。真实的情况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可以填满30个地球。虽然这个距离看起来好像很远，但其实相对于宇宙中其他的天体，这个距离已经是非常近了，以至于我们通过肉眼就能隐约地看到月球表面的深浅、坑洼等细节。这些阴暗的坑洼就被叫做月海。虽然叫做海，这里可没有水，它其实就是陨石撞击留下来的巨大坑洞。这些撞击坑都非常巨大，并且基本上都被熔岩填成了一个大平原。除了海，在月球上也有陆地，月面上高于月海的地区就被称为月陆。同时，月球上也存在着一些山脉和裂谷。月球上大概有1/4的面积都是月海，目前已知的就有22个月海，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月球的正面，也就是正对我们的这一面。所以我们平时看到月球上面总是有很多阴暗的地方。说到这儿，从地球看月亮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你永远只能看到月亮的一面。因此人们就把正对地球的这个面定义为月球的正面，而把背对地球的那个面定义为月球的背面。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潮汐锁定，也就是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是一致的。这种现象在太阳系内并不是很罕见，像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都已经将离自己比较近的卫星潮汐锁定了。我前面提到的太阳系内体积最大的那几颗卫星也都是被潮汐锁定的。而且如果行星和它的卫星质量相差不大的话，行星和卫星还会相互潮汐锁定。就比如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就是相互潮汐锁定的。这也很好理解，根据牛顿第3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并且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造成潮汐锁定的引力不仅作用在卫星上，同时也作用在行星上。行星现在还没有被潮汐锁定，其实只是因为作用时间还不够罢了。只要时间够长，行星最终还是会被自己的卫星给潮汐锁定的。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在遥远遥远的未来，地球被月亮潮汐锁定，
到那个时候，在地球的一侧永远能看到月亮，而另一侧则永远看不到月亮。那样的景象还真有点恐怖。然而，更恐怖的是，未来地球会被太阳潮汐锁定。到那个时候，地球的一面将永远面对太阳，另一面则是永远的黑夜。这种设想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事实上，比我们离太阳更近一点的金星就已经接近于被太阳潮汐锁定了。关于这部分，我会在将来向大家介绍金星的时候做更详细的介绍。不过，也不是每一个小天体围绕大天体运动的时候都会被大天体潮汐锁定。如果小天体围绕大天体运行的轨道是一个偏心率比较大的椭圆轨道，小天体可能就不是被潮汐锁定，而是形成另外一种被称为轨道共振的现象。就比如离太阳最近的水星，它和太阳就形成了轨道共振的关系。水星每绕太阳公转2周，自己就自转3周。关于这部分，我会在以后向大家介绍水星的时候再做详细的介绍。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会出现潮汐锁定呢？其实，一个天体，当然在这儿我主要指的是固态天体，气态和液态都不能算数。一个天体在围绕另一个天体运行的时候，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微小的形变。这个时候，这个天体靠近另一个天体的部分就会被拉伸，而远离另一个天体的部分就会被压缩。这种拉伸和压缩就会使得天体内物质之间产生摩擦，这种摩擦会消耗天体自转的动能，直到自转和公转保持一致，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样，天体就被潮汐锁定了。当然，我现在做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现实的情况会复杂很多。刚才说了，地球对月球的引力导致了月球的潮汐锁定，那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又会对地球造成什么影响呢？月球对地球的引力反映到地球上，就是我们看到的潮汐现象。大家千万别小看潮汐现象，它对地球早期水生生物走向陆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地球上的地震有的时候也和月球的引力有关，只不过这些地震主要发生在海底或者是火山的附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月球的研究相比于其他天体要详细得多。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真正的登上过月球。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11号首次实现了载人登月，这就使得月球成为人类登上的第一个地外天体。阿波罗载人登月一共进行过6次，带回了大量的观测数据和月球岩石样本。这些资料直到现在都在指导着对月球的研究工作。对月球的探索，中国也在一直前进。现在，嫦娥5号和嫦娥6号分别从月球的正面和背面采样返回。通过对返回样本的研究，相信一定能够发现不少以前我们不知道的秘密。除了美国和中国，印度在对月球的探测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目前，月船3号已经成功的在月球实现了软着陆，而月球1号更是在更早在月球上发现了水冰的存在。这次发现对未来人类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和开发月球至关重要，毕竟从地球送水到月球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去年，日本的 SLAM 实现了在月球表面的高精度软着陆，美国 IM-1 探测器也在50多年后再次登陆月球。今年，美国和日本还计划送新的探测器登陆月球。2026年，阿特米斯2任务将实现4名宇航员的绕月飞行。在不远的将来，载人登月、建立月球基地都将会相继实现。我真心的希望这样的一天能够早日到来，毕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月球必将成为这场征程的第一个补给站。好，关于月球，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